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毛泽东这个人，你很难绕开。如果只看20世纪中国的权力史，他几乎就是那个最刺眼的存在。他不是单纯的革命者，也不是单纯的理论家，更不是一个只会写口号的人。他更像一个把权力、恐惧、斗争、清洗全部揉在一起的人。很多人今天谈毛泽东，喜欢先问一个问题：他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信徒？这个问题重要，但我觉得它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他到底把共产主义当成什么来用？在我看来，毛泽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至少不是那种老老实实读原著、按理论框架办事的人。他更像一个极其熟悉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人，把革命语言和皇权逻辑拼接在了一起。表面上他讲的是阶级、群众、斗争路线，骨子里他要的是绝对控制。这一点其实从他一生反复使用的手段里就能看出来。他最擅长的不是建设，而是清场，不是让制度自己运转，而是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。他需要不断制造敌人，不断制造恐惧，不断制造新的忠诚考验，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位置才稳。先说他为什么能上来。毛泽东的成功不是一条直线，他不是那种从理论高地一路碾压上去的人。相反，他一生最关键的几次跃升都发生在别人失误、别人内斗、别人被他抓住机会的时候。早年在井冈山、中央苏区那一段，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政治本能。他不是总想着正面硬拼，而是很会看风向，情况不对他就先退，局面合适他就往前拱。这种人你不能说他不聪明，恰恰相反，他非常聪明。但他的聪明不是建设性的聪明，而是权术性的聪明。在中央苏区内部，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稳稳压住所有人，相反，那时他面前也有别的山头，别的部队，别的地方实力派。他要把这些人压下去，就得找机会。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1930年前后，中共内部开始搞反 AB 团运动。这场运动表面上是反渗透、反特务、反叛徒，实际上很快就变成了大清洗。一旦进入这种逻辑，事情就失控了，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证据，你只需要怀疑，你不需要审查事实，你只需要判断谁不可靠。在这种环境里，最可怕的不是敌人，而是内部敌人。毛泽东在这场运动里把清洗玩到了极致，李文林一派连同不少相关人员都被打成了 AB 团。后面死掉的人不只是军人，还包括家属、地方干部、基层人员，以及那些只是在气氛里站错位置的人。这类运动一旦扩大，就不是抓少数人了，而是形成一种集体恐慌。大家都开始学会自保，学会表忠，学会互相咬。这就是毛泽东非常早期的一个政治发现。他发现恐惧比说服更有效，敌人比朋友更容易管理，让别人沾血，比单纯命令别人更牢靠。因为一旦很多人都参与了暴力，他们就不只是听命者，他们也成了共犯。共犯是最难退出的，这就是毛泽东权力树的第一层。它不是指杀人，它是通过杀人重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让原来的乡村秩序断掉，让地方宗族、乡绅、地主这些长期存在的自治力量瓦解，让大家不再相信原来的那套社会纽带，而只相信新权力。所以土改不是单纯分地，如果只是分地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做。台湾、韩国后来也做过土改，不一定要变成血海。但毛泽东要的从来不只是土地，他要的是把乡村社会彻底打碎。他要让农民亲手参与对旧秩序的清算，然后把这种清算变成新的政治忠诚。这件事在道德上极其残酷，但从权力技术上看却非常高效。因为当一个人已经在群众斗争中亲手打过、骂过、羞辱过，甚至打死过别人，他就很难再回到这和我无关的状态。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，而最方便的理由就是继续相信上面的叙事，继续相信被打的人一定该打，继续相信领袖一定正确。这就是毛泽东厉害的地方，他不是只在上面命令，他是把下面的人也拖进来，拖进来之后
大家都脏了，大家都不干净了，大家就只能继续往前走。反 AB 团之后，毛泽东确实得到了一次权力跃升，但这种跃升并不稳，因为很快王明、博古这些带着共产国际背景的人又回到了中央苏区，毛泽东作为本地派，一度又被压回去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毛泽东并不是天然坐在权力顶端的人，他必须不断通过斗争，不断通过打击对手，不断通过借势才能往上爬。他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飞跃发生在延安整风，这一段很关键，因为到这个时候，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枪杆子了，他开始意识到光有军队还不够，还要有解释权。解释权是什么？就是谁来定义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忠，什么是叛。没有解释权，你就是个军阀；有了解释权，你就能把自己包装成真理。毛泽东在延安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，一边是他控制的武装力量，另一边是王明。博古那套带有苏联正统味道的理论权威，这两股力量谁都不能直接把谁吃掉。但毛泽东清楚，如果自己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，那就永远只是个会打仗的地方实力派。所以延安整风开始了，一开始讲的是反主观主义、反党八股、反教条主义，这些词听起来都很正常，也很温和，但很快整风就变味了。他开始转向抓特务、抓叛徒、抓阶级敌人，延安知识分子、干部、学生，很多人都被卷进来。这时毛泽东已经学会了一个更高明的做法，就是把政治清洗包装成思想整顿。这样一来，你不是在杀人，你是在帮助组织纯洁；你不是在压制意见，你是在肃清错误思想；你不是在搞权力斗争，你是在统一认识。这套话术后来反复出现，几乎成了中共政治运动的标准模板。先定一个高尚目标，再逐步扩大范围，最后变成实际上的政治打击。延安整风的结果是毛泽东完成了对党内理论体系的控制，王明失势了，知识分子服了，毛泽东思想被正式写入党章。这一步很重要，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毛泽东不只是掌握军队，他还掌握了正确思想的定义权。这意味着他不仅能让你服从，还能让你相信服从本身就是正确的。到这里，毛泽东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帝王最核心的特征：军权在手，话语在手，人事在手，敌我划分也在手，剩下的就是把社会全部纳入他的权力网。建国以后，毛泽东几乎没有停下来，他不是在休养生息，而是在一场接一场地动员、土改、镇压反革命、三反五反。这些运动像一把一把刀切向不同群体，先是地主，再是国民党参与和土匪，再是资产阶级和工商界，每一刀都落得很重。很多人今天喜欢用时代局限来解释这些事儿，但我觉得时代局限只能解释一部分，因为同一个时代也有人能做的没这么残酷。同样是土改，台湾和韩国的路径就完全不同。同样是工业化和社会改造，并不必然等于大规模屠杀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改，而是毛泽东要不要人命。答案其实很清楚，他要的不是改良，是控制。他不是想把社会变得更有效率，而是想让社会更依附于他。如果一个地方还有自己的乡绅、自己的宗族、自己的地方秩序，那他就不放心，他要把这些都拆掉，哪怕代价是几百万人的死亡，他也不会犹豫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土改一定要搞成群众斗争，因为只有群众亲自参与，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结构。单纯从上面宣布政策，地方社会可能只是换一批管理者，但如果让村里人亲手斗别人，让平雇农、农民代表、积极分子在斗争中重新分配地位，那整个村庄的心理秩序就变了。人一旦参加过这种事，就会有两个变化。第一，他会对旧社会更狠，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过去受过的委屈是真的。第二，他会更依赖新政权，因为只有新政权能保护他免于反噬。所以毛泽东的残酷不只是残酷在杀人，还残酷在结构上。他把很多人的怨气、恐惧、嫉妒、报复心全部导向一个方向，然后再让这股力量反过来巩固他的统治。镇压反革命也是一样，国民党官员、旧军人、地方武装
土匪，很多人都被卷进去。在指标化的运动里，杀多少人不是由事实决定，而是由任务决定。如果上面要求1/1000，那下面就得想办法凑1/1000。如果一个地方杀得少，不是说明那地方太平，而是说明你工作不力。这种逻辑很荒唐，但它在运动型政治里很有效，因为它逼着基层组织主动去扩大范围。你不杀，你可能就成了问题；你杀得不够，你也可能成了问题。最后大家只能往狠里做，三反五反同样如此。开始时说的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，听起来像内部整顿，很快就变成反行贿、反偷税、漏税、反盗骗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骗经济情报。这一下范围就大了，工商界、企业家、商人、会计场主、外贸人员都能被拉进来。这类运动的特点就是它永远不会真正结束，因为它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为了制造问题。只要问题存在，权力就存在。到了1950年代中期，毛泽东又迎来一次重要转折。斯大林死了，赫鲁晓夫上台，苏联开始去斯大林化。这件事对毛泽东刺激很大，因为他会立刻意识到，如果苏联都能批判个人崇拜，那中国怎么办？如果苏联都能说过去的领袖有问题，那毛泽东自己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命运？于是他搞了一个很经典的动作，先放风，再收网。这就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表面上说欢迎提意见，欢迎批评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很多知识分子真的信了，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纠偏机会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更像一次筛查。一旦你真的把意见说出来，你的位置就暴露了。你是不是敢批评？你批评到什么程度？你批评的是政策还是制度？你批评的是现象还是根本？毛泽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等于上钩了，反右就开始了。这场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打击非常大，很多人被打成右派，很多人被下放，很多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写，直接死亡的人数当然没有后来的大饥荒那么夸张，但它带来的寒蝉效应却是极其深远的。从此以后，知识分子不敢再轻易说话，技术官僚不敢再坚持专业判断，基层干部也不敢再讲实话。只要上面要数字，大家就给数字；只要上面要表态，大家就给表态。这直接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大饥荒埋下了雷。这一段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转折之一，因为他通过反右摧毁了一个国家最需要的东西，也就是讲真话的能力。没有人敢讲真话，经济就会出问题，农业就会出问题，决策就会出问题。但毛泽东不在乎，他更在乎的是谁还会对他构成挑战。接下来就是大跃进，这一段很多人都知道，结局是3年大饥荒。但我觉得如果只把它理解成粮食不够，那其实太浅了。大饥荒当然和极端错误的经济政策有关，和浮夸风有关，和人民公社有关，和层层虚报有关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整个系统已经不能纠错了。当一个政权只能听好消息，不能听坏消息，那他迟早会把自己推到墙上。当地方官员为了自保，为了完成指标，为了不被扣帽子，开始谎报产量时，灾难就不是可能发生，而是必然发生了。信阳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本来当地并非完全颗粒无收，粮食并不是完全不够吃，但在高指标、层层加码、浮夸虚报之下，中央征走了过多粮食，地方又为了保住政治表现，宁可让人饿死，也不敢承认情况失控，再加上封锁消息，阻止外逃，压制求救，最后就变成了人间惨剧。这类灾难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只发生在一个点上，而是它会在整个体系里复制。只要逻辑一样，一个地方的悲剧就可能在很多地方重演。所以3年大饥荒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，它是政治灾难，是制度灾难，也是人祸。毛泽东当然不是每一口粮食短缺都亲自造成的，但他是那套让谎言不断放大，让问题不断上行，让责任不断下沉的体制的源头。到了7000人大会，他不得不做检查，
刘少奇等人开始批评前面的错误，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受到重挫。这是他一生里少见的退潮期，但你要注意，他只是退下来一点，并没有真正出局，因为他手里还有另一张牌，也就是民间崇拜。在很多普通人心里，毛泽东依然是那个能代表公平、代表翻身、代表斗争胜利的人。这种情绪很复杂，一部分来自宣传，一部分来自恐惧，一部分来自当时确实发生过的阶层翻转，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强人政治的适应。毛泽东很懂这一点，他知道官僚系统可以暂时不听他的，但群众情绪还可以被他重新调动。于是文革就来了。文革的目标表面上是打倒走资派，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实际上还是一场重组权力的大战。他借群众之手打击各级官僚，也打击知识分子、基层干部、学校、工厂、军队系统里的很多人。很多人只记得几个大人物：刘少奇、林彪、周恩来、江青、陈伯达、张春桥。但真正受苦最深的，往往是那些没有名字的人。他们被斗、被打、被关、被羞辱、被逼死，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。广西、湖南、贵州、河南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极其惨烈的情况，杀人、逼供、武斗、派系械斗，甚至出现了吃人的记录。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一。很多人喜欢把文革说成群众运动失控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够，因为它不仅是失控，它还是被默认的失控。在那个体系里，只要能打击对手，很多越界行为就会被默许，等到局势恶化，才假装去收拾残局。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角色不是旁观者，也不是单纯被裹挟的人，他是启动者，也是受益者。文革确实摧毁了很多官僚集团，也重新把权力集中到了他手里。只不过这种集中是用整个社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。如果把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清洗和运动加在一起，不算战争死亡，只算他对中国社会直接或间接造成的非正常死亡，这个数字会非常惊人。反 AB 团、延安整风、土改、镇压反革命、三反五反反右、大跃进和3年大饥荒、文革，每一段都有大量死亡和迫害，每一段都不是轻轻松松能翻过去的。你当然可以争论每一个数字的上下限，学界本来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口径，但有一点很明确，那就是毛泽东不是一个只造成少量悲剧的领袖，他是一个把国家机器变成斗争机器的人。而斗争机器最可怕的地方，就在于他会不断寻找新目标。今天是地主，明天是资本家，后天是右派，再后天是走资派，再后天是反革命，最后连普通人都可能被卷进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评价毛泽东不能只看他建立了什么，更要看他靠什么建立。如果靠的是把一个国家的各个群体轮番拖进斗争，靠的是让整个社会长期处在互相怀疑和互相举报中，那这种统治本身就有原罪。还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，就是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？我的答案是不是。他更像一个成功的封建帝王，只是他的封建帝王外衣换成了革命语言。古代皇帝靠天命、宗法、官僚体系、礼制来维持权威，毛泽东靠个人崇拜、运动政治、思想控制、绝对服从来维持权威。形式不同，本质很像，甚至可以说他比很多古代帝王更强，因为他不只掌握军权，他还掌握了现代意识形态机器。他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万人朝拜，可以让年轻人3个月不洗握过他的手，可以让整个国家围着他一个人的节奏转，可以让中南海变成一种近乎宫廷化的空间，也可以让身边的人像臣子一样等他一句话。这不是现代政治，这是20世纪包装出来的帝王术。毛泽东晚年的问题也在这里暴露得非常清楚，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交接机制，他也没有真正培养出可以和平接班的政治秩序。所以当他去世以后，邓小平这些人很快就把局面翻了过来，把文革那套东西基本废掉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那套东西本身就不稳，只能靠他本人压着。从澳洲这边看，最能提醒人的一点，
其实不是某一个具体政策，而是制度能不能刹车。澳洲社会也会有争论，也会有政治对立，但一旦规则建立起来，权力就不能完全靠个人意志去反复碾压社会。这正好反过来说明，毛泽东时代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做了多少决定，而是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把他按住，但他留下的影响，并不会因为他去世而消失。今天的中国仍然不能绕开他，纪念也好，争论也好，回避也好，他都在那里。只是，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认真面对这段历史，就不能只把他包装成一个伟大人物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他是一个极端强势、极端冷酷、极端擅长权术的人。他改变了中国，但也深深伤害了中国。所以我对毛泽东的判断很简单，他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，更不是一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。他是一个把革命语言当工具，把群众动员当武器，把清洗当治理，把恐惧当秩序的封建帝王。如果说中国近代最不幸的地方是什么，那就是我们真的让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完成了他的王朝实验。这不是结论夸张，而是历史本身太沉重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